Hello， 爱睡的美眉，就过来就过来。这一集的内容啊，教给大家分辨你是胖还是水湿肿，你知道吗？我们体内有个除湿机，这个除湿机在哪个地方呢？胡乃文开讲喽，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你知道吗？减肥过度了，坏处就是显老。我有一个病例，这个病例啊是这样子的。一个孙女跟一个阿公一起来我这里看病，那这个阿公呢一直说这个孙女太瘦了，也厌食，就问怎么办。我就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原来这个孙女啊，差不多17、18岁啊，那她呢就是过度的减肥，本来是很胖，那么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竟然的从100公斤左右减到了只有40多公斤，结果呢，人整个的样子就像一个竹竿一样，我们称之为竹竿人啊。他这一对祖孙呢，就是看完病以后走出去的时候呢，后头的病人再进来，他说：“哎，刚才那一对夫妇怎么那个太太那么瘦啊？哇，这一下子显老显到2辈子去了啊！由此可见，突然的这个减肥绝对是不可取的。现在大家看到媒体啊，常常就叫人啊尽量的瘦，瘦才是美。所以呢，年轻人为了减肥，为了让自己变瘦，拼命的吃水果餐啊、生菜沙拉呀，尤其是空腹吃水果、空腹吃生菜沙拉、空腹吃果菜汁，很可能造成肾脏的负担，这样子恶性循环下去，那怎么得了呢？我还记得在第1集的时候啊，跟大家提到过，减肥可以1周减1餐，这样子的话呢，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减轻你的重量。结果有一个观众跟我讲了啊，他说：“哎，我真的照着这样吃了3个多礼拜来，还不到4个星期，竟然的已经减了4公斤。由此可见，自然的减重方法也许对你有帮助。那回去看我的第1集哦。胖啊，其实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但是呢，胖我们基本上可以分为几种，一种是正常的肌肉多的这一种称之为胖的，还有一种肥肉的胖，还有一种是水湿胖。那么假如说你是正常的肌肉比较肥盛的这一种胖啊，不要太过度的去减肥，这个是正常的，因为你的骨架子就是那么大，你的遗传就是那个样子，你怎么减，我跟你讲也很难减得下来，所以这种人不需要减肥，只要维持体态就可以了。虽然说他比较来的好像看起来比较胖一点。那第2种呢，这种肥肉胖。肥肉胖其实这一种情况呢，有的时候是内脏脂肪太多。内脏它的表面都有很多的脂肪，主要的是作为内脏互相之间的一种缓冲，不要互相打架，也可以帮助人饥饿的时候提供能量。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有的时候饿一饿，所以前面讲的第1集的这种减肥的方式倒是很好。再来第3种啊，这种是一定要减的，它是病态的胖。这个病态的胖呢，就是水湿胖，或者叫做水肿胖，也就是说它的四肢啊等等各处的这个不是肥油，而是水太多，这种胖呢是非减不可，而且呢可能要跟医生合作。当然我们也可以自己先测试一下有没有水湿这种胖，透过按压皮肤来测试哈，按脚踝之后呢会变白，2秒钟之后仍然没有恢复到红润的话，那这可能就有水湿了，要注意咯。那还有一种就是水肿，水肿的话你也是一样，按脚踝的上方这个脚筋骨这个地方按个差不多接近1分钟吧，等一下你把手拿开了，那个凹下去的地方根本就不起来，这就是水肿的肥胖了。所以这种大部分都得要跟医生合作来治疗。那么这种水肿胖的人啊，他在外观可以看得到，大概就是白松软，而且有肿。
尤其是到了下午的时候啊，可能脚会肿大起来，并且呢，他会流汗的时候可以闻得到有一种不好的味道，然后身体也觉得沉沉重重的，那睡很多还觉得很疲劳，脸也肿了，皮肤也肿了，并且呢，这种女孩子啊，很可能白带也会比较多一点啊，还有呢，喉咙也会有，常常会觉得里头总是有痰的感觉，皮肤也容易长湿疹啦，而且会发痒啊，这样子。那水湿胖呢，叫做肿，不叫做胖。中医古时候有一种病情叫做忽肥忽瘦。什么叫忽肥忽瘦呢？就是这个人脸看起来好像胖胖肿肿的，然后呢，到了下午，他的脸却瘦下来了，在脚上面变肿了。这个有很多人在坐飞机的时候可以看得到这一种状况。有的人会把鞋子脱掉，对不对？然后呢，盘坐在椅子上，等一会儿啊，要穿鞋，怎么搞得穿不上了？那就是因为脚上面已经水肿了，胖胖的，大概就针大1号的样子。而且这种人呢，他多半都会吃的不多。那么这大部分说起来都是脾胃失调的这种状态。这种水湿胖的人要多一点运动。那么水湿胖大部分都是运动太少，或者是常吃生菜、冷饮这些东西。那如何能够改善水肿？因为有的时候呢，我靠自己的力量可以治好的话，那是最好了，对不对？我们身体呀，其实都有一个除湿机，这身体的除湿机就是3个脏器。我们讲脏器有肝、心、脾、肺、肾。那肝、心、脾、肺、肾呢？而这个脾、肺、肾这3个脏器啊，它就能够帮助你祛湿。脾主管身体所有的湿气，中医呢把脾当作是消化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它是利湿气、去湿气的。而肾呢，是跟管制身体里血液里头或者是身体下身的水气。那肺呢，是管制是上身的水气或者湿气。那么当然，你把脾给补好了，其实你的肾、你的肺就可以帮助把这个水气从上身、从下身而给排除出去，这样子人就可以瘦身了。所以呢，当你发现到你已经有水湿肿的、水湿胀的、水湿胖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想最简单的自己顾自己的方式就是按穴道了。自己按穴道怎么按呢？其实有几个穴道，例如脚上面有一个穴叫做足三里穴，它是在外膝眼下4个横指的这个长度，这个位置有一个穴叫做足三里。还有呢，脚上面大指的内侧黑白肉间，在那个肌骨的后方大概1寸的地方有一个穴叫公孙穴。这2个穴道经常的按摩可以补脾胃。然后再加上内踝往上3寸，也就是4个横指的这样子的长度，这个位置有个穴叫做三阴交，它可以调整身体的内分泌。假如把这3个穴道常常按压的话，可以脾胃照顾好了，又把湿气给去掉了的这样子的结果。那么怎么样按摩呢？可以这样子，一个穴位按摩差不多30下左右交替的按，一次按压，每一个次按个差不多5秒钟。那么下午晚上至少各做1次。那么尤其下午觉得腿部会这个肿胀的这个爱美的美眉们你在办公室里头也可以偷偷的把脚盘起来在这个地方按摩一下。那么这几个穴道常常这样按压，可以让人的这个水湿去掉。另外还教一个方法，叫做按摩拍打的方法。这个怎么拍打呢？是3阴经。我们这个腿内侧有3个阴经，叫做肝、脾、肾这3个经络。在这3个经络呢，从下往上打，从下往上打，这样子拍。在拍的时候呢，这个手心这样子像空心掌，这样轻轻拍，就这样子拍一拍，从上拍下去，从下拍上来，这样子拍，大约拍个30次左右，这样子2脚轮流的打这样子可以使你的肝、脾、肾都给调整好了。
教给你几个比较能够利水消肿的食物，例如薏仁水或者四神汤。四神汤里头呢，薏仁、茯苓增多一点，那这样子的话可以把水湿给去掉。还有红豆，你知道红豆在中医药的应用方面呢，它就叫做赤小豆，它是有利水的作用，所以喝红豆汤也能够消肿利水。另外还有冬瓜姜丝汤，冬瓜是凉的，加一点姜进去呢是比较温暖。另外呢还有姜片红茶然后呢加一点点甘草啊，这个茶呢喝了也能够利水消肿。吃了刚才所讲的这些消水肿的这些个食物，包括了薏仁水啦、红豆汤等等啊。假如说你觉得你还想更快速一点、更效果高一点的话，可能需要找个中医师来帮助你怎样能够使得这些效果更好。那么中医师呢，常常会使用像四君子汤。这个四君子汤呢，它能够补脾胃。然后呢，里头假如把茯苓当作君的话，也就是我们中医讲所谓君臣佐使，君就是那个药放的最多把茯苓放多一点，那么就可以补脾胃而利湿。另外还有一个处方叫做生阳益胃汤，是六君子汤，再加了黄芪啊、芍药、防风、泽泻等等这些东西呢。那么这个方呢，就是因为有泽泻等等呢，可以利湿，所以这种所谓的肾脏病或者是水湿肿等等都常常可以利掉。可是呢，这还是要靠医生来给你开这个处方。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个地方。喜欢我的节目吗？假如喜欢，请记得按订阅，并且加上小铃铛哦。谢谢大家，拜拜。